先必须得说，原班人马的号召力真的无敌。古天乐还是那个项少龙，只是多了岁月的沧桑。林峰的嬴政从少年帝王变成了暴君，眼神里的戏没丢。轩轩、滕丽明、郭羡妮虽不是当年青春，但岗位依旧纯正。其次，情怀细节拉满，项少龙那件标志性的白 T 还在，乌家堡蹴鞠的经典场面重现，那首《天命最高》一响，多少人的 DNA 动了。最让人动容的是，影片用技术让已故的廖启智老师重现荧幕，对老粉而言堪称回忆杀。但是 UP 必须说，如果你指望它是一部逻辑严密、制作精良的商业大片，那你可能会失望。剧情逻辑有硬伤，平行时空与未来特种兵的设定略显儿戏。苗侨伟饰演的反派阿堪携热武器穿越就想称帝，动机薄弱。现代特种兵碾压古代军队的场面看着虽爽，但完全失去了剧版那种用智慧和计谋融入古代的韵味。更迷的是结尾，阿肯一心想当秦王，结果突然又想回去了，连和真正的秦王正面交锋的场景都没有，看得人一脸问号。角色插入太生硬，白百合饰演的 Gally 和整个港剧氛围格格不入，这种强行塞人的感觉让人不适。而且部分特效镜头做得非常廉价，说是网大水平都不为过，这在大荧幕上真的很劝退。人设也出现了微妙变化，剧版里的项少龙机智又风流，电影里更像是被剧情推着走的工具人。而嬴政对项少龙那种又爱又恨、极度猜忌的心理转变处理得有些粗糙，缺乏铺垫。聊完槽点，我们再往深层看。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的双重结局。第一个结局里，项少龙挟持秦王出海，秦王对外宣称是派他去寻长生不老药，这既圆了历史，也给了角色一个体面的退场。但第二个彩蛋结局才真正击中了很多人的心，他打破了第四面墙，放出了当年剧版的花絮。古天乐、林峰曾经的青涩笑颜与如今画面交叠，这一刻你才意识到，这部电影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想单纯讲一个故事，它更像是在跟时间对话。项少龙是回得去的穿越者，而我们是回不去的观众。这场跨越24年的重逢，感动的或许不是电影本身，而是那个曾经在电视机前热血沸腾的自己。在港片式微的今天，古天乐坚持把这部积压了6年的电影拿出来，哪怕特效不足，剧本有瑕疵，但至少他替观众留住了一份回忆。他不是为了拍一部影史留名的杰作，而是为了赴一场与观众的天命之约。这是一部粉丝向极其严重的作品。如果你能包容它的逻辑硬伤和廉价特效，把它当成一场和老朋友的聚会，那它绝对值回票价。UP觉得，在如今电影行业不景气的时代中，作为影迷的我们，更应该用自己的一张电影票去支持你心中每一部期待的作品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你怎么看这部电影？欢迎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